在特战一号里，你是否有过瞄准手抖，准心还没到敌人身上就急着开枪，摆设不稳定就直接蹲下扫射？Hello， 各位，我是高鸭子。2026年练枪菜单，改善手抖、太急着开枪、摆设不稳定，让你整体搭配身法提升枪法。那主要呢，也是我戒掉练枪软体很久了，只靠训练场热枪练枪，我认为有保持实力，部分还有进步。最近也都在雅福神话2和3徘徊，反正大家就听听看试试看。顺便跟各位说，我最近超爱菲尼克斯，真的很强。今后还会更新蛮多关于火人。如果喜欢这类教学系列影片，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热推，分享给你想进步枪法的朋友们。练枪前，我必须再重申一次灵敏度。不知道怎么找的玩家，我给你一个特战一号职业选手的平均。EDPI 平均都在250到280之间 ，EDPI 等于 DPI 乘以游戏内灵敏度，你可以直接先调整在这之间啦。如果太快或太慢，再往上往下微调。那有些人滑鼠垫真的很小啦，也不知道尺寸该选大概在哪，一样给一个竞技使用率最高的大小，如画面上的2张，大概这个范围的滑鼠垫就可以。这2款也是我目前的主力鼠垫啊，给大家参考。当然，如果你桌子越大，鼠垫越大，那绝对是更好。挂在目前的灵敏度为 DPI 800乘以游戏内0.2，EDPI 等于160。对，我这阵子走向第1名玩家，我觉得对于我改善手抖微调有很大帮助。缺点是中大范围转动比较难，像是快速背闪啊、打墙上的 recall。不过这有个问题是，我现在滑鼠垫虽然大小够，但桌子整体太小，摄影机和灯都在旁边哦，多少限制了一点。之后我会换房间，我相信会更好。当然，主要还是调整微调和手抖，给你们参考。OK， 这次同样整理7个步骤，大家可以按照顺序啊，针对自己想练的都行，去模仿一下我平常的练枪。第一步，进游戏选暴徒的幻象造型，可以优先选你觉得大部分时候都发挥不错的造型。接着进训练场测测看，可能你今天手比较紧、比较重，就比较想用轻一点的暴徒，手感觉很轻盈力气比较大，那是不是可以换比较重的暴徒？认真说，造型感受会影响蛮多，而且我也都会换来换去。当然，如果没什么买造型或者没什么能选择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跳到第2步。第2步进训练场，记住哦，要拿暴徒或幻象，因为不同枪支的持枪移速都不同，你还是要依照后续拿最多的枪支为主。我们先到外面的飞天靶，那飞天靶是一个长方形的板子，尽可能去瞄准飞天靶的中心点，不管要从哪边开始都可以啦，从左打到右啊，右打到左，这边是让你醒脑用，耳朵去听听游戏声音，眼睛看看荧幕画面。左手去移动，右手摆准心，毕竟每天的精神都不一样嘛。这边就是让你整个身体去抓一下感觉而已啦。第3步，抓完感觉要开始针对各个部位做出训练，先是训练眼睛的专注度，静态视力部分，叫出所有机器人静止不动状态。接着你往左或往右2步，准心尽量停在机器人头上，最后停下来开枪。打掉一个机器人后，马上换另一个机器人，重复这个动作。模拟实战，看到敌人后能够冷静，把准心移过去再开枪。其实这是最基础，同时也是最重要。就算你第1发没打到头，打到身体，敌人也会因此减速嘛，让你第2发更好去瞄头。可能你跟敌人同时看到对方，比的就是谁足够冷静。准心先瞄准到再开枪。第4步，训练右手控制力，改善实战微调，让你知道手的哪部分应该出力，去感受手握滑鼠的姿势。找一个机器人去瞄准头部，再来 WSD 随便按，保持移动。记住，准心都不能够离开机器人头部，而且要平滑的去跟，不能让手往上往下抖抖的。那通常移动到一个点的时候，手会需要复位，复位同时马上换别支机器人，不停的重复这个动作，做一个跟枪练习。从远距离开始，移动幅度比较小，跟着头部只需要手指简单的微调，慢慢的越来越近距离，画面移动幅度越来越大，就会动到手腕和手肘了。第一次尝试手会感觉酸酸的啦，因为你的右手控制力还没抓准，这都是很正常。有时候换灵敏度啊、新滑鼠、滑鼠垫、脚贴等等，都可以靠这招，赶紧的把感觉找回来。第5步，继续训练右手控制力，同时加强动态视力，而且改善手抖哦。打开100只机器人，并且调整移动状态，每只机器人伸出来后会随即往左右移动。这边你不急着开枪，可以先站着不动，让你的准心先瞄准机器人的头部，并且跟着它的移动轨迹，跟着1到2次，再把它打死。记住，你开枪那拍就是机器人停下来的时候，这样你就大概知道说人物移动的距离多少，同时你手出的力应该要多少。这过程啊，也要认真去感受一下，你握滑鼠手的力度大概是怎样。当你实战时突然觉得没手感，或者准备对枪，想一下你刚打100只机器人的过程，多抓几次就会习惯了。那这也很好改善手抖问题，因为手抖大部分啊都是准心跟不上敌人，想去微调，但当下会紧张出力嘛。当你一出力握滑鼠，移动幅度的细节都会放大，抖的情况就会很夸张。以前知道应该要放松握滑鼠，但不知道怎么样去练。而且我以前也超讨厌打移动机器人，因为他们的移动速度是玩家拿刀的移速，正常就会比拿枪移速还要快嘛。但其实想一想，你能够习惯越快的速度，那实战看到敌人只会更好。
再加上这也是我不打练枪软体的原因，大部分练枪软体模式训练静态视力比较多。我知道有移动的球，但是特战机器人移动最好模拟实战。OK， 这一开始说你可以静止不动，不过等到你能够稳定跟着机器人移动的轨迹，你的准心能跟得上了，那你就可以开始 AD 移动，往右往左搭配自己的机停，同步准心去瞄准，再强化你的摆设。模拟实战看到敌人双方都炮枪后，但你能够更快的抓回节奏，先行一步稳定开枪。我曾经说过啦，新手玩家先讲求稳定机停，等到稳定后，机停同时也要躲子弹嘛，让敌人不好瞄准你。第6步，训练一次定位和甩枪，把全部机器人召唤出来，探击开大，把大部分机器人扔到左边或右边，留下3个机器人。这招在国外蛮流行的，你要不动啊或者移动，单发连发都行，以你的最快速度打掉3个机器人。可能会炮枪，没关系，我们就马上调整继续打。第1个苗头，第2个开始扫射也 OK。当然，最好情况是3个机器人都能打头啦。模拟实战遇到多人或者瞬间定位的手感，能够比别人更快、更稳定的瞄准。第7步，死斗实战，最后把耳朵带入了。如果要练习啦，最好不要听音乐哦，或者音乐小声一点点，把刚刚的成果发挥在这边。以上7个步骤，不用练枪软体分享给大家。总结同时啊，我也针对你的时间和想法，简单的跟大家说，刚刚的这7个步骤，如果你是准备打排位的玩家，只是当热枪用，那记住啊，不要打太久，大概抓30分钟内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想练枪而不是热枪，可能会练到1小时到2小时，可以简单给自己一个目标啦，没达到也没关系。然后手比较容易酸都是很正常，习惯3到5天后，通常会比较 OK 啦。每个步骤的中间都还是可以休息，尤其手酸的时候，就稍微跳窗出去看看 YT 嘛，或者滑滑 IG 啊，手指伸展一下。但练枪练完的话，就不要马上打排位了，所以最好你是可以抓睡前或当天没有要打排位的时间多练一点。最后我拜托你早睡早起，不要熬夜打游戏。只要你精神状态好，练枪完后的瞄准能力绝对能大幅提升。金牌打白金，超凡打神话，这都是有机会了。还有困难机器人这模式啊，能打几个，或者说什么侧面机器人打几秒，这种东西都不是优先考量。尤其如果你的排位偏下三段，反而你去在意这些就不是重点。以上2026年特战好热枪，祝福大家特战枪法可以在上升，排位直直往上。感谢看到最后啦，我是高孩子，不要久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Both hands in that Bible, bitch, I'm next in line for that title. When nigga had nothing to do, I was idle. When I was in the studio with Tiger. No, but climbing high, we ain't on